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吕法明是江苏淮安人。1997年高考落榜后，他在技校学习了机动车维修技术，并在淮安老家开了一家机动车维修店。2000年，经人介绍，他认识了比他小2岁的江苏洪泽县女子周梅。1年后，两人结婚。由于吕法明诚信经营，生意做得红红火火，随着第2年女儿的出生，家里更是显得其乐融融。吕法明想要个儿子，在女儿2岁时，妻子再次怀孕，可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还是个女孩，夫妻俩忍痛割爱，放弃了这个女儿。此后周梅还怀孕过1次，因为是女孩又做了流产。2007年初，周梅又怀孕了。怀了5个月时，吕法明托关系带妻子做了检查，让他郁闷不已的是，这一胎竟然又是个女孩。但医生警告他们说，因为连续流产，周梅的子宫壁已很薄了，如果再做流产手术，很可能因大出血导致危险。夫妻俩只得留下这个孩子。年底，2女儿出生。2女儿半岁后，不甘心当家庭主妇的周梅，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，当上了安利售货员。由于找客户卖产品经常要东奔西走，这样一来，他就经常外出。吕法明既要照看修理店，又要照顾2个女儿，因此特别繁忙。为此夫妻俩没少争吵。夫妇俩的性格都很倔强，每次吵闹后都互不相让，不肯向对方低头。一般总是要冷战几天，等气儿渐渐消了，在亲朋好友的撮合下才会和好。2010年7月6号，周梅晚上10点回到家里，此时家里已乱成了一锅粥。大女儿跟邻居的孩子玩耍，将别人的孩子打哭了，自己也是一身泥水。邻居正在找吕法明论理，吕法明一直在修车行忙到晚上8点才回到家里，一回家就遇到邻居来扯皮。见妻子回来，吕法明顿时火冒三丈，把所有的怒气都撒向妻子。周梅也毫不示弱地跟丈夫大吵起来。就在此时，周梅的电话突然响了，正在气头上的吕法明立即问是谁在这么晚的时间还打电话。同样在气头上的周梅一边接电话一边说，是我的情人，你想怎么样？这句话彻底惹怒了吕法明，他不问青红皂白，狠狠地打了妻子一个耳光。周梅捂着脸惊呆了。夫妻俩虽然这些年来时有吵闹，但是丈夫从未动手打过妻子。周梅大哭着跑进了卧室，第2天一早就提着行李回了娘家。周梅走后，吕法明一边做生意一边带着2个女儿，尽管忙得天昏地暗，但是他始终认为这次吵架妻子也有过错，而且他不辞而别，对自己是极不尊重的。他憋着一股子怨气，不愿意低下头去请妻子回来。转眼半个月过去，还是不见周梅回家，吕法明不免开始有些着急，于是试着给周梅拨了一个电话，结果手机处于关机状态。吕法明的火气一下子又上来了，你竟然把手机关掉，我就再也不给你打电话，也不去接你。而令他烦躁郁闷的是，妻子竟然也没有一个电话，就连问候女儿的电话也都没有。他越想越气，索性对妻子也不理不睬，夫妻俩的冷战愈演愈烈。9月27号这一天，吕法明的手机响了，电话是周梅的叔叔周明高打来的。周明高嗫嚅了半晌，说出了一个让吕法明心痛心碎而又心惊莫名的消息：周梅突然得了重病，9月23号因抢救无效已经去世了。噩耗像重锤一般击得吕法明昏天黑地。才短短2个多月时间，妻子怎么会死了呢？他立即驱车赶到洪泽县的岳父家，果然看见客厅墙壁上挂着周梅的遗像。岳母见了进来，喊着周梅的名字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吕法明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当他稍稍平静下来后，追问周梅究竟是死于什么疾病。2位老人一会儿说心脏病，一会儿说是癌症，一会儿说是脑溢血。
吕法明焦急地说：“现在先不管这些，周梅在哪里？你们带我去，让我见周梅最后一面。”岳父周明全说：“梅儿的遗体已经火化，是25号火化的，现在骨灰已经拿回来了，就在遗像旁。”然而悲痛过后，吕法明冷静了下来，他觉得妻子死得太蹊跷了。周梅的身体一向很好，怎么会突发疾病死在医院呢？就算他死于突发疾病，为什么岳父岳母不在第一时间通知他，而是草草将周梅火化？面对吕法明的责问，岳父周明全的解释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。听着岳父完全没有道理的解释，吕法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。他跟岳父大吵起来：“肯定是你们害死了周梅，你们还我老婆！”乡亲们拥上来，拉开了温绪俩。吕法明知道从岳父这里肯定问不出什么，他下决心一定要揭开妻子死亡的真相。第二天，趁周家人不注意，吕法明来到了妻子病逝的淮安市某民营医院。可他查遍了医院的内科、外科、肿瘤科，医生都说最近没有一个名叫周梅的死者。吕法明心里更是疑虑重重，他坐在路边想了半天，决定去电信局查询周梅这段时间的通话记录。在电信局，吕法明出示了身份证和结婚证，调出周梅的通话清单，果然发现周梅这2个月来与一个号码联系密切，在出事的前一天，两人通话竟然达20多次。还有一个电话也引起了吕法明的注意，这个电话是个座机，周梅在死前的几天时间与这个电话的联系也很频繁。吕法明拨打手机显示关机，他又拨打那个座机，电话通了，对方说：“我们这里是淮安某某医院妇产科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”吕法明一下子明白了，周梅最后一定是死在妇产科，可他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让岳父岳母撒谎说是心脏病、脑溢血呢？他再次赶往这家医院，径直来到妇产科。果然，他一提起周梅的名字，医生护士都知道。是啊，周梅就是那个死于大出血的孕妇。吕法明脑袋一嗡啊，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要求看周梅的病历。这时，该科主治医生何文昌闻讯迎上前来问道：“你跟周梅是什么关系呀？”她做手术是在丈夫和妈妈的陪伴下到医院来的，手术单上还有她丈夫的签字。事故发生后，我们医院给他们赔偿了55万，这事儿已经了结了，你现在还来查什么呀？听到这番话，吕法明如遭晴天霹雳。周梅离家前，他清楚记得妻子刚来过丽家，所以他肚子里的孩子不可能是他的。原来周梅离家2个多月，给他戴了绿帽子不说，竟然还死于流产，死后医院赔偿了55万。岳父岳母也隐瞒不说，他们究竟是什么居心呢？吕法明的愤怒压倒了悲伤，他决心为自己找回男儿尊严，也为妻子的死讨个明确的说法。他知道这事儿与周梅手机上的那个电话号码有重大关系，于是他强压怒火拨打这个电话。电话关机了，吕法明压着心头怒火回到岳父母家。岳父周明全一口咬定梅儿就是死于心脏病，病发的突然，我们马上送到医院，都没有抢救过来。岳母武明珍则哭泣起来，说：“法明啊，都说夫妻没有隔夜仇，你们夫妻俩究竟有多大的仇恨呢？不就是小两口吵吵架吗？你竟然2个多月不理老婆，不来找他，他死得那么惨，你也有责任呐。要怪也怪你这么久都不理他，丢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。”吕法明知道岳父母是不肯轻易说出真相的，也就不再固执的追问。第二天，他再次拨打那个手机号，却依然关机。他又去了一趟医院，向主治医生何文昌调查周梅死亡当天的情况。他告诉何医生，自己才是周梅的丈夫。看到他出示的身份证以及和周梅的结婚证，医生被吓住了，喃喃说道：“我记得周梅的丈夫叫王天浩啊，他来签赔偿协议的时候
也拿了结婚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吕法明闻听此话，更是觉得妻子之死真相迷离。为了让医生相信自己，他当即回家拿来了户口本证明自己的身份。医生这才把周梅从怀孕到堕胎死亡的过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吕法明。周梅大约是8月20号左右发现自己怀孕后到医院来检查的。医生检查后明确地告诉他，她的子宫壁很薄，问她是否流过产。周梅却说自己只生了2个女儿，并未流产。医生觉得进行流产手术有风险，但周梅坚持说自己和丈夫已经有了2个女儿，不想再生了。与周梅同行的自称是她丈夫的男子也说不能要这个孩子，两人都执意要进行流产手术。医生只好尊重他们的请求，但流产手术必须在怀孕40天左右进行。医生让他们等到9月20号左右再来医院。9月23号，周梅在她的假丈夫王天浩和母亲的陪同下来到医院。何医生按照常规为她进行人工流产手术。在手术过程中，由于周梅的子宫壁太薄，突然出现了穿孔性出血。医生紧急进行抢救并输血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周梅的凝血功能也不好，很快出现了出血性休克。医生立即开腹进行了结扎髂内动脉手术，但依然未能止住出血。2个小时后，周梅死于大出血。周梅死后，她的假丈夫王天浩和母亲等家人找医院讨说法。医院医政科介入调查，综合分析了病情后，确定医生也负有一定责任，事先没有查明孕妇的流产历史，对孕妇的凝血功能异常也没有预知。为平息死者家属的愤怒，医院很快与死者家属商议决定，赔偿周梅丈夫王天浩55万元。拿到赔偿款后，王天浩与院方签署了协议书，表示不再追究此事。听完何医生的讲述，吕法明更是疑惑不解了。他自妻子离家出走后再也没有见过她，这个丈夫王天浩是从何而来的呀？他向何医生询问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找到这个王天浩。何医生知道这个丈夫是冒名顶替的，也怕吕法明纠缠不休，就赶紧找护士查找，终于找到了丈夫王天浩送周梅来医院登记时留下的一个地址。吕法明当天下午就赶到了王天浩留下的这个地址，并顺利找到了王天浩。对于他的到来，王天浩苦恼地说，我知道我是躲不过去的，我都告诉你吧。王天浩也是做安利营销的。周梅跟丈夫吵架，回到与王天浩同镇的娘家后的一天，她到安利的连锁店里去进货，正好那天王天浩也去进货。见周梅拎着沉重的货物，他就搭手帮了她一把，把她送回了家。一来二去，两人熟悉了。王天浩听说周梅是与丈夫吵架后回娘家来的，就想借此机会靠近她。他与妻子离异3年，一直单身，见到周梅孤弱无依，心里多少有点不良企图。周梅感情上受伤，就想在工作上做出点成绩来。8月初的一天，两人一起吃了顿饭。满怀一肚子怨气的周梅借酒消愁，很快就醉得不省人事。王天浩趁机把周梅带回了自己家，当晚就发生了关系。第2天清醒过来的周梅痛悔不已，此后她不再找王天浩了。可1个月过后的一天，王天浩接到了周梅母亲的电话，让她到家里去一趟。到了周梅家，王天浩这才知道，原来周梅查出怀上了身孕。王天浩当即表示，只要周梅同意，他愿意在她离婚后跟她结婚，并让她生下这个孩子。但周梅却哭得伤心欲绝，我不能要这个孩子，我爱我的丈夫吕法明，我还有2个女儿，我和丈夫只是吵了一架，没什么深仇大恨，我还是要回家的呀。周梅的父母责备女儿轻浮，也责骂王天浩不是人，但事已至此，只能想办法解决了。几天后，周梅的父母决定让王天浩作为丈夫陪伴周梅到医院打掉这个孩子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周梅竟然会在人工流产的过程中死于非命。事发后，周梅的父母央求他出面办理了医院的赔偿事宜，他还为此花了50元
去做了一个假的结婚证。王天浩签字拿到钱后，就交给了周梅的父母。吕法明听得心碎神伤，回到岳父母家，他将王天浩所说的话全都说出来。岳父母见再也无法隐瞒，将周梅回到娘家后的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吕法明。周梅与丈夫争吵后回到娘家，也想等丈夫给她一个道歉的电话后就回家，可一等再等，半个月过去，倔强的吕法明竟然一个电话都没有打，连一个短信都没有发给她。周梅想，丈夫这一次不肯认错是铁了心了。如果他认为动手打女人没有错，那以后还能指望他温柔相待吗？他觉得这一次更不能服软了。一气之下，他索性关掉了手机。而就在这时，吕法明打来了电话，见妻子关掉了手机，吕法明的倔劲儿也上来了，继续赌气不理妻子，等待妻子自己回头。就在这段时间，周梅与王天浩相遇，后来失声后他痛不欲生，在家里哭了好几天，想立刻回家去。可一想到丈夫狠心打自己的一耳光，想到他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，他又忍住了回家的欲望。可第2个月的例假期过了近10天都没有来，周梅慌神了，到医院一检查，竟然是怀孕了。周梅清楚地知道，她临走之前刚来例假，这一点丈夫是知道的，这个孩子绝对不可能是吕法明的。心慌意乱的周梅把这事儿告诉了母亲。对于周梅回娘家来住，她的父母起初并不太在意。年轻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，过一阵子就好了。可周梅在家住了这么久，也不见吕法明来接女儿，老两口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细问起来，原来也没有什么大事，只是夫妻口诀，只是因为2个人都太倔强，都不肯认输认错。老两口又觉得女婿1个多月连个电话也没有，也是气愤。可这时候听说周梅怀孕了，胎儿的父亲却不是女婿，老两口恼怒不已，他们责骂女儿不争气。但骂过之后，还是得想办法为女儿遮丑啊，将来好顺利的回家。于是他们找来了王天浩，让他作为丈夫陪伴周梅到医院进行流产手术。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女儿竟然在这次小小的流产手术中死于非命。悲伤过去，他们首先想到的是，这事儿绝不能让女婿知道。老两口把周梅的叔叔周明高找来商量，一家人一致决定，一定要把这个丑闻遮掩过去，绝不能让吕法明知道周梅怀孕堕胎而死的真相。所以他们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吕法明，而是开始了紧急的善后。与此同时，周明全让王天浩继续扮演周梅的丈夫，向医院提出赔偿。拿到赔偿款后，他们立即将周梅的尸体火化。吕法明来到这里后，他们苦心编造谎言，只是为了不让这桩丑事败露。他们以父母的悲悯之心，一直在保全着女儿可怜的明姐。一家人泪如泉涌，吕法明扑到妻子的遗像前，跪倒在地，痛哭失声。小梅啊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不就是吵个架吗？我为什么要生2个月的气啊？吕法明在周梅的灵前叩头不止。由于伤心难过，再加上难以控制，吕法明竟然昏厥了过去。周家人把女婿送到医院，医生诊断他是因为悲伤劳累过度，患上了急性心肌炎，需要住院治疗。10月底的一天，周梅的叔叔来接吕法明出院。回到岳父母家，周明全把一个存折递到了吕法明手里，存折上写着女儿吕小燕的名字，金额是55万元。周明全流着泪说：阿明啊，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打算谈这笔钱，这是梅儿的命换来的，我们不敢跟你说，是因为怕梅儿一夜情堕胎的事情暴露，这钱应该给外孙女小燕和她妹妹，这是他们妈妈留给他们最后的遗产了。10月30号，吕法明带着女儿，抱着妻子的骨灰和遗像回到家。才3个多月的时间，这个家已物是人非。他知道，从今往后，伴随他的将是无尽的悔恨和漫长的思念。